Hello， 大家好，我是班。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我刚刚的面试经验。那我今天面试的呢，就是极光导游这个职位啦。虽然说呢，现在还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但是刚刚面试的过程中，真的是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就是整个面试的过程中，我觉得很流畅，然后也蛮顺利的，而且也获得很好的 feedback。那来到加拿大之前呢，我其实就有一直幻想说，可以去做极光导游的这个工作。毕竟这么酷的工作，每天还可以看得到极光，哇，想一想就觉得这个工作实在是太梦幻了。而且小时候还在唱张韶涵的《欧若拉》，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这个魔力北极光到底怎么样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哇，加拿大打工度假1年可以做到这种工作，实在是没有遗憾了。反正呢，会知道这一份工作是因为之前就是想要了解关于极光导游这个工作的一些相关资讯，所以就在网络上去搜索文章啊、经验分享，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关于这间公司的前员工，他分享在这个工作经验上的一些过程。就看起来是蛮不错的，因为除了这个好的文章之外呢，其实更多的比较像是出逃黄刀阵的文章，就是有剥削员工的啊，员工之间有一些爱恨情仇，有一些奇怪的纠葛啊，哇，那就是看起来想说这个地方找工作是不是会遇到这些很奇怪的问题。不过呢，在这个文章就给了我蛮多的信心的，就是觉得这间公司不错，对员工也好。然后可能福利上也是蛮有保障的，就是不会去欺压员工。然后呢，这个人也在这个文章里面写到，他在这个极光导游的这份工作呢，他学习到分享很多，而且成长的也很多。不论是他的经历或者是他的英文，真的是有很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我就想说，我也蛮想要成长的，而且我其实是蛮害羞的一个人，就是在人群前面演讲啊，或者是上台报告，其实我的内心真的是慌乱到不行。所以呢，我就想说，会不会在这份工作之内也可以有这样的程度提升，不论是英语或者是我面对人的勇气。我是在6月14的晚上快6点的时候投出我的履历的，然后他们很快在1个多小时之内就回复我，真的是很快速。然后我们就很快的在信中去确认我们面试的时间，也就是3天后的6月17号，也就是今天。然后呢，我们刚刚就在面试，就在不久前的刚刚。那他首先进来先介绍一下关于这份工作实际上是在做什么。首先呢，这不只是极光导游的工作，它包含了非常多的东西，像是它还包含了城市导览啊，好像还有爬山，去机场接送客人啊，确认住宿订单之外呢，好像还有冰上钓鱼跟那个狗狗雪橇车。我其实不太确定，但我大概知道有类似的工作是帮狗狗雪橇拍照这样子，那可能也是带着他们到处去玩，我想象中应该是这样。那就会觉得这份工作其实是蛮丰富跟多元的。然后介绍完这份工作实际内容之外呢，他就开始来问我的个人资讯，就是他想多了解一下我的个人特质，还有我比较详细一点的背景吧。因为他其实也在面试之前有看过我的作品，所以其实对我的剪辑跟 YouTube 以上的影片其实是蛮有兴趣的。对，反正我就告诉他说我是来自一间YouTube 频道的一个剪辑师，然后在来这间公司之前呢，我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是剪辑。我认识 Tipper 的老板呢，是因为我们打了一款游戏叫英雄联盟，然后我们在这个游戏上玩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个晚上我就告诉我的老板说，就是我的前天老板自杀了，那他就告诉我说，不然你就来我们公司吧，我们教你剪辑，教你怎么做影片这样子。然后我就顺顺利利的去到这个公司啦。然后我说为什么会想要离开呢？其实是因为陪着公司也到100万的订阅了，我们也算是达到一个里程碑。那我就想想，我的下一个阶段、下一个目标在哪呢？就是我其实也是没有什么方向，然后我就告诉老板说，感觉一辈子只活在这一块小土地上，好像有点可惜。我也想要体验看看在不同国家的地方生活啊，所以就提出留职停薪的决定啦。那至于为什么会想要申请这一份极光导游的工作呢？我就说，除了刚刚那一个人分享的经验给我勇气之外呢，我也想要在这1年当中有除了 housekeeping 之外的经历吧。我可以挑战自己，然后有所成长，
而且我也想要在长大之后呢，也许我回忆到这一年，我会想说，这一个打工度假的决定是我这一辈子做出的一个很棒的决定，就是不想回去之后呢，想起这一年就觉得好像白费了这样子，索然无味的过完这一年，所以就申请啦。然后接着就开始问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啊，像是薪资啊、奖金啊、住宿啊。最后是问到过去这个公司里面有没有人也跟我一样是比较害羞的，那他怎么去克服，或者是他也就是离开了。那对方告诉我说，其实公司会一直提供资源，协助你在不论是语言上或者是在导游上面的介绍，他们会给你十足的经验跟资讯，帮助你去学习在这边生活下去，帮你更快速的步上轨道这样子。那我在这个面试过程中，我就会觉得这个公司跟眼前的这个人给我是一个很友善，跟我那时候就告诉他，我觉得这个过程我感觉到humanity 应该是人性吧。这个公司是很看重人的，以人为本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不断的提醒我，工作之中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你们所谓的安全，你要时刻去注意到你自己身心的健康。如果你真的不行或者是怎么样，你就要跟他们提出来。你只要提出来，你要肯开口，他们就会知道你有这样的需求，他们会提供怎么样的帮助。他说，你只要不放弃自己的话，没有人会放弃你，大家可以一起努力进步。我就觉得哇，好温暖的这个面试。反正呢，虽然是英文面试，可能我有些东西是词不达意的，想要表达，但是碍于我的单字量不足，但是呢，他对我有十足的好奇心，然后也很乐于补充跟回答，就是我的一些问题。我就觉得哇，这个面试实在是太满足了，而且也获得很多很好的 feedback。然后呢，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在我录到现在的时候，对方已经回我了。就是这个好消息呢，就是我已经上了。对方告诉他的老板之后，我看一下。反正呢，就是对方告诉他老板之后呢，老板也是说不需要2面，会在这个礼拜之前呢给我 offer。然后呢，我原本想说这个影片呢拍到现在，我可能还要在补录之后的有没有上的心情分享这样子，但不用，我现在已经上了，耶！好了，那这个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好像也蛮长的，我看一下录多久，18分钟，这么久。那之后呢，也会跟大家分享我当极光导游的事情。那这个东西呢，也不知道拍的长不长，因为有可能真的不太适合这份工作，我就把自己就自己说拜拜。好了，总之呢，就是我很快要离开这个地方啦，耶！好了，未来是谁知道呢？总之，我会尽一切的努力去克服自己在人群面前的恐惧。那我们之后再见，拜拜。It's still wet, so the ink should transfer. Meet me at the side door. We'll sneak on through the